大前皇太子李承乾一直镇守边疆，收到京城密报来信，自己的叔叔勾结五皇子，准备篡位夺权。在进京勤王的途中，被五皇子部下段无命白活，在打斗中意外穿越。下马戒备！五皇子有令，谁杀了太子，赏万金，封万户侯。杀！太子，快走！快！我这是到了哪里？两位姑娘，这里是哪里？这里是金融街夜市啊。金融街夜市没听过。金融街夜市是什么店？夜市吃饭的地方。师傅来了。好吧。您这人神经病吧？你这是干啥？不是让不要？小二，这个多少钱银两？13。这么贵，本太子身上也没这么多银两。我的好妹妹，玩离家出走啊！跑啊！你怎么不跑了？上，给我抓住他！给我抓住他！放开我！你个死丫头，跟你的早死爹妈一样讨人嫌。因为爷爷把这一身交给你，那就是你的了。你最好乖一点，否则送你去见你爸妈，杀了你！就你，我看你是不想活了。我真后悔没在别处打死你个没爹没妈的死丫头，也敢跟我争？你以为爷爷把大钱宝玉交给你，你就赢了？我才是这个家的大小姐，我说了算。识相点，赶紧把大钱宝玉交出来，否则我对你不客气。
你个死丫头敢打我！那真是太可惜了，你没机会。站住！放开他！你没看到他不情愿吗？干嘛强迫人用？你谁呀？一身不伦不类的，演的哪朝将军啊？你想英雄救美？他是你姘头是吧？我不认识他。滚！站住！这巴掌还你！滚！你敢打我？你给我等着！走！哇，你好厉害啊！刚谢你啊！别太棒！你多久没吃饭了？老板再来10串。这有现成的，你过来拿吧。我臭流氓！哎呦我操！小妮儿还挺烈啊，哥喜欢。敢打老子，老子今天就把你办了！喂，你怎么了？你没事吧？喂，醒醒！你没事吧？哎，醒醒！喂，医生他怎么样了？他就是有点贫血，休息一下就好了。你这刺客！哎，高手，松手！他不是刺客，他是护士。护士？这是哪儿？这是医院。医院？哎，就是医馆。不行，我得离开这儿，他们要追过来。高手，你要去哪儿呀？我不叫高手，叫李承前。承前大哥，你要去哪儿啊？你是不是还没有地方住啊？要不然先去我家吧。那些刺客肯定会挨家医馆搜查，不如找个隐蔽之所。二叔和姐姐一定还在找我。高手，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啊！承前大哥，这儿就是我家了。哇，你家虽然不大，但还挺漂亮。还行吧。王姑娘，你家这幅画应该出自于哪位名师之手？为何如此清晰？承前大哥，这不是画，这是照片，是用照相机，咔嚓。没听说过。哎，这人好奇怪呀，别再是个傻子吧？这里面是装有蜡烛吗？为何如此沉？这个没有蜡烛，这个是台灯，通电的。你看，好神奇！哇，这椅子为什么这么软？这是沙发，里面塞了海绵，所以坐起来比较软。虽然我不知道什么是海绵，但比我父皇的破椅子舒服多了。承前大哥，你先看会儿电视，我去换个衣服。
有刺客！长剑大哥，你要干嘛？有刺客！长剑大哥，你要干嘛？你家有刺客！王姑娘，请你自重啊！长剑大哥，这是电视，不是刺客，这都是假的。你来，你摸摸看，你看，假的吧？长剑大哥，你先去洗个澡吧，换身衣服。长剑大哥，衣服给你放这儿了。长剑大哥，你还不知道我的名字吧？我姓王，单名一个雪，你叫我雪儿就行。好。那个，你吃苹果吗？不用了，谢谢。长剑大哥，要不你先休息吧，我也去睡了。长剑大哥，长剑大哥，我明天带你去剪剪头发吧，再买几身衣服。好。那个，你今天就在这儿休息，不准进这个房间。拜拜。拜拜。せーの、でもそんなんじゃダメ、もうそんなんじゃほら、心は進化するよ、もっともっと。小二，结账。啊，银子现在不值钱。好，银子现在不值钱是吧？那金子呢？大哥，你古人呐，拿黄金来买东西。算了，我来吧。小马，好了，过去了啊，走吧。这里就是爷爷留给我的聚义轩了。承前大哥，这里有120万，你那50两金子拿出去花，会被人笑话的。你这钱不能是假的吧？承前大哥，你胡说什么呢？在大夏用假币，那可是大罪。大夏？那大钱呢？大钱？朕的父亲从不离身的折扇，怎么会在这儿？难道大钱？不可能。王姑娘，你们这儿确实有很多好东西。这画儿，这个是大前文帝李承乾的画。大前文帝李承乾，可是姑现在还是太子啊。哟，侄女。这是干什么呢？你们来干什么？这不是你姐姐想你了吗？是啊，我的好妹妹，姐姐可想死你了呢。王亚茹，你还敢来？上次没挨够打。上次是我大意了，你真以为你随便找个保镖就能保护你了？那你试试看。行了，你们两姐妹一见面，不是打就是骂，成何体统？这位兄弟贵姓？免贵姓李。
李兄弟啊，这是我们的家务事，你一个外人插手，有点不太合适吧？你一个外人插手，有点不太合适吧？不插手也可以，你的保镖不动手，我就不动手。这是我们的家事，你也要管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怎么，只允许你请保镖欺负王姑娘，不许王姑娘找人帮忙？我就是王姑娘的保镖。爸，别跟他废话，我今天专门请了2个刚退伍的高手，上。姐姐，30年河东，30年河西。以前你仗这些狗腿子欺负我，现在我有成前大哥，再也别想欺负我。你给我等着，他不会护你一辈子的。行了，这件事就到此为止，走。爸！王亚茹倒是提醒了我，想让成前大哥保护我一辈子，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他留在我身边。你也喜欢大前文帝李承乾？这幅画据说是他还在当太子的时候画。这幅画是假的？不可能，这画不可能是假画。我就是大前太子李承乾。你是大前太子啊？你演大前太子的吧？大前都亡了800年了。你说什么？大前没了800年是怎么回事？爸，我还没有受过这么大的委屈，怎么就这么放过他吗？怎么会呢？这是大前文帝那幅画，爸你……明天具玉轩就要拿着这幅画去参加天心拍卖行的拍卖，没有这幅画，臭丫头就会受到拍卖行的针对。到时候我要他在古董界所有人面前丢人现眼。这么说的话，是不是就没人再买具玉轩的古董了？当然，不过这还不够。女儿啊，你先去搞定无名那小子，有了吴家的帮忙，我们才能万无一失。爸，无名他好似如命的我不喜欢他。你知道什么？成大事者不拘小节。无名那小子虽然有点好色，但也真有些手段。更何况吴家以前就是玩黑的，妥妥的地下皇帝。有了他们的帮忙，我们才能对付你表妹身边那个高手。当然，你受的这些委屈我都知道。等拿到大钱宝玉，解开穿越时空的秘密，我们一定会成为这世界上最有财富、最有权力的人。到时候，我们再也不用看别人的脸色了。我知道了，爸。大仙没了800年是怎么回事？承乾大哥，疼！孩儿不孝，没在父皇面前尽孝。你真是大前太子啊？不对，你如果真的是大前太子，你也不能凭白说这话是假的，除非你说出来这话哪里假了。这里，还有这里。姑，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在每一笔收尾处会回拉一下，不是很明显，但是如果你仔细看的话，笔墨处会更浓一些。这儿，这是我独有的习惯。那个造假的人应该是临摹了很多名师的画，没有时间练一处细节。完了！怎么了？我这幅画要参加明天的拍卖会，要是被人看出来是假画，
那我巨轩的名声就完了。我知道了，你被你二叔骗了。刚进来的时候，我觉得这幅画很亲切，但是你二叔走后，一下子就变了。他们来是为了拿这幅画，可这样巨轩的名声就完了，他们怎么敢呢？你先别急，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保住你爷爷的巨玉轩。怎么保住？他既然拿走了，就不会再还回来了。你别忘了，我就是李承前，我画的就是真迹。他们拿走了，我再画一幅不就行了？希望你真的是大前文帝李承前，不然巨轩就完了。好帅呀，大前文帝，那我不就是皇后了吗？唉，要是这一刻是真的，该有多好。喂，发什么呆呢？画完了，看一下吧。哇塞，好厉害啊，一模一样。还差个这个。没问题。我们天星拍卖行今天会准备进行拍卖，等拍卖结束后，钱会打到你们巨玉轩的账上。好的。来的，这幅画是假的。假的？王老板，这玩笑开大了吧？巨福轩怎么会有假货？我爹在的时候，巨玉轩当然没有假货，但现在巨玉轩是这个丫头在做的，难免不会出现弧度。老赵，你看这里，大前文帝画画有个回笔的习惯，这里的墨迹明显要比别的地方要深一点。真的在我这里，自己的侄女儿都不放过，你可够狠啊！经鉴定，此幅大千文帝墨宝为赝品。侄女儿，这真画在我手里，我看你这次怎么翻身。我说侄女儿啊，你可太糊涂了，怎么能拿一幅假画来参加拍卖呢？敢拿赝品来天心拍卖行，我看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巨轩以后都不用再参加此样拍卖了。我宣布，从今天起，封杀巨轩的所有的古董文物，封杀巨轩的所有的古董文物。被天星拍卖行封杀，巨轩完了呀！哎呀，我爹允许一试，没想到最后选你做继承人却选错了。侄女儿啊，你可毁了你爷爷的一世英名。二叔，你这样说就错了。爷爷既然把巨玉轩交给我，我就不会给他蒙羞。到了这个时候还在这，要不是你，巨玉轩就不会被封杀，你就是巨玉轩的罪臣。封杀？那可未必。张鉴定，我认为你判断有误，我要申请2次鉴定。你确定你要申请2次鉴定？我确定。年轻气盛啊，明知道自己错了，还要在这里挣扎，这样只能让你更加。二叔，你是在关心我？哼，我只是不想我爹留下的巨玉轩毁在你的手里。爷爷既然把巨玉轩交给我，那我怎么做关你什么事？你无可理喻。王小姐，你确定你要申请2次鉴定？我确定。好，我这就向上面申请，你可别后悔。吴家无上道。
是他段无命，武帝的最强杀手，他也穿越过来了，他怎么成了那个人的手下？王小姐，你好。吴少，你怎么了？好好做事，少说废话。对不起，对不起有什么用？一个没爹没妈的小女人，你都搞不定，你们父女俩真是笨死了，还得我亲自来。你们俩父女想利用我，正好我也想利用你们。你们以为只有你们王家知道大钱宝玉的事，要不是上次救了个古人，我还不知道有时空穿梭这回事。等拿到大钱宝玉，看我送你们一家喂鱼，还得我亲自来。这王雪儿是真漂亮啊，不比她表姐差，听说还会功夫，那更得劲呀。这样看来，这对姐妹花我得先玩够了再喂鱼。王小姐啊，有些事情你自己可吃不消，不如交出来，对大家都好。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哈哈哈，调皮，还在装糊涂。行了，今天我就挑明了，只要你把大钱宝玉交给我，今天的事情我可以代替吴家向天星拍卖会替你求情。原来他们要的是大钱宝玉，可爷爷临死前交代我，大钱宝玉不能交给任何人，除非那个人认识上面的契文。吴少想要大钱宝玉。王小姐那块玉跟我的一模一样，奇怪。如果你认得上上面的契文，我双手奉上。那你就是不交啊？行，咱们走着瞧。哼，吴少，是哪个敢在我天星拍卖行卖假话？反了天了！就是你想要申请2次鉴定，哼，你可知失败的后果？不就是被全行业封杀吗？按张鉴定的话来说，即使我不申请2次鉴定，也会被封杀。那我有什么好怕的？哼，他的话可代表不了我天星拍卖行。我再问最后一遍，你确定非要2次鉴定吗？我确定。好，那你聚玉轩被封杀的时候，你可千万别后悔。绝不后悔。可以，请李老来。李家主到。李家主到了，他可是天星拍卖行最大的主顾，也是海市最大的古玩收藏家、鉴定家。李老，您请。正好今天有人头铁，非要申请2次鉴定，这明显信不过我天星拍卖行。行了，别把天星拍卖行拉上啊！不就是你吗？你那水平……明鉴，李老明鉴，那您给亲自看看。好，那我今天就好好看看，谁敢捋你们天星拍卖行的胡须？李爷爷，雪儿啊，哈哈，你跟他们干啥？李爷爷，我没有，我的话是真话，可他非要说是假的。李老，您认识他？那……是真是假，我一看便知。不过你放心，我不会偏袒任何人。是，李老请。怎么可能？一丝一毫都不差。可明明昨天我见这个真迹在王家栋手里，他既然偷出来了，就绝不会再还回去帮他这个侄女。不对，这纸张有点新，但这笔法绝对没错，这就奇怪了，到底是真是假？这个我也不能确定真假。李老，您可是古文物界的泰山北斗，连您都鉴定不出来，那它一定是假的。对，一定是假的。不可能，我的话是真话。
看着笔法不是假的，但是真的在我家呢。这卖假货卖到正主头上了，这下程前的画的再像也没用了。这位大师，您说您家那幅是真的，就能说这幅是假的？小友，您这话什么意思？那既然真的在我家，那这幅画肯定就是假的了。我敢保证，这就是大钱李承前所画。这就是大钱李承前所画。那小友如何如此笃定呢？我说自己画的画是我自己亲手画的，有问题吗？还凭什么？李大师可知古人作画能力透笔锋，入木三分，一幅画能拆成3幅。这个我知道。难道说这幅画也是真迹？无名，你不是最熟悉大钱太子李承乾的画吗？你说那画是真的还是假的？他说是真迹，那就是真迹。什么意思啊？因为他就是大钱太子李承乾，他都死1000多年了。无名他是大钱五皇子的手下，专门追杀大钱太子而来。难道那人真的是大钱太子？太好了，那大钱宝玉的传说是真的，真的可以穿梭时空。李老，这画是真是假？您倒是给个说法呀！是真是假不可说，但是这幅画，我愿意出1000万收购。什么？李老，您出1000万？李爷大气。李老肯出1000万，那这画肯定不是假的了。不对，我管他真假。就算李老真要照顾故人之后，自己出钱买下假画，那也是人家的自由。只要李老自己不说，那天星拍卖行就等于没有假画这件事。这对天星拍卖行也是有好处的。对，就这样，赶快拍卖。我宣布，拍卖会现在开始。第一件拍品，大钱文帝墨宝，由巨轩提供，起拍价1000万，每次叫价不得低于100万。既然没人说话，我出1000万。我出1000万，1000万一次。爸少，咱们要不要加价？加什么价？这幅画本来就是我给他设的局，好不容易找了一幅一模一样的画，就是让这丫头吃个大口。你起什么货？真真假假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看不出来这幅画的价值，买回来只能砸在手里。陆少说的对呀，既然咱们看不懂，买回来也不知道怎么用作赚钱，还不如不买。1000万2次，还有没有继续加价的？1200万，1300万，1400万，1500万，1500万一次，1500万2次，1500万3次。恭喜李老竞拍获得大钱文帝墨宝。老李，我想必你肯定知道这幅画的价值所在。既然这样，我就不跟你争了，还希望一会儿你可以给我们这些晚辈解惑一下。既然我拍得了这幅画，那我就简单说2句。这幅画到底是不是出自大钱文帝李承乾亲手画作，这个我也不确定啊。但是我确定的是，这幅画确实是出自名家之手。因为这幅画的画质很新，所以我不能确定是文帝的墨宝，但是他的画工确实是大师级别。同样，这幅画非常具有收藏价值，非常具有收藏价值。李老，您这是什么意思？哈哈，举个简单的例子啊，画圣吴道子大伙儿都知道吧？他的画值钱不值钱？
那么当代大师齐黑石的画值钱不值钱？好，他们两个的画都很值钱。那么如果说当代大师齐黑石临摹吴道子的画，难道就不值钱了吗？哦，原来是这样。那就算这不是大前文帝的墨宝，它也是当代某位大师的仿品。那我现在就可以宣布，这画它不是假画，而且它是一幅具有收藏价值的真画。孺子可教啊！王小姐，此事是我们拍卖行的不对。这样吧，我给您道歉了。小张，还不快过来给王小姐道歉？王小姐，对不住。这个道歉我接受了。既然你身为鉴定师，就应该起到鉴定师的责任，而不是听取别人的意见。既然这画是真画，那我有事就先走了。王小姐请便。二叔让你失望了。青天算你此志，高人之谈。哎，我早就听说王小姐从小就聪明伶俐，今日见呀，果然名不虚传。不知道是否赏脸一块吃个饭？一块吃个饭？不好意思，不方便。不好意思啊，我们得走，麻烦让一下。站住！现在还不是时候。你要带我去哪儿？去哪儿都行，反正不能跟他待在一块儿。你是我谁啊？我想跟谁在一起就跟谁在一起，关你什么事儿？站住！是你，你还没死。太子殿下没死，我当然不会死。不过有人帮忙，我才能在这个世界混得如鱼得水。废话少说，奉五皇子之命，太子殿下，您必须死。新人太多，得引开他。这俩人在干嘛？抓小偷吧。跑，不跑了？跑，还不是怕你伤及无辜。像你们这种杀手，不达目的不走丑。好，不愧是大前太子，爱子如民啊！可惜，这不是你的大钱。废话少说，今天我就为兄弟们报仇。程前，程前，李承前，你在哪儿？哟，这不王小姐吗？你男朋友怎么没有跟你在一块儿啊？不用你管。要是他没了，还有我呢。滚开！吴少，滚开！吴少，这大马路上不太好啊。哼，还没有哪个女人敢拒绝我，你可是第一个。不过我喜欢。二叔姐姐，你们救救我！无冕娘干什么？二叔姐姐救救我！你二叔和你姐姐都是我的人啊，怎么救你呀？王小姐应该出事了，这次算你厉害，下次必要你的命。没想到太子殿下这么厉害，单打独斗竟然不是对手。那以后想杀他，得想其他办法。二叔姐姐，只要你们愿意救我，我就告诉你们大千宝玉的秘密。我说的是真的。大钱宝玉能有什么秘密？你们应该知道，大钱宝玉是我爷爷留给我的。他说，只要能遇到懂大钱气文的人，就可以无条件送给对方。没错，这事我知道。哼，那又怎么样？整个世界能懂气文的人没有几个，哪那么容易碰到？
既然碰不到，不能把自己变成懂气文的人。这么说，你懂气文？我研究了5年，略懂一些。太好了！快，把你知道的气文告诉我，要不然……不然怎么样？像刚刚那样啊？无名，我警告你，你要是再动手，我就报警！你要是再动手，我就报警！臭娘们儿！啊！不是，没事吧？快打我！程潜，你去哪儿了？我还以为你生我气了。我们走。岂有此理！雪儿，研究气文呢？你懂气文？哈，那当然。说到气文，没人比我更懂。哼，你就吹牛吧。雪儿，有人来了。李爷爷，你怎么来了？这不听说你这儿有人懂气文，我就特意过来瞧瞧。李爷爷，你也在研究气文？略懂，略懂。这位是？他叫李承前，这是我的助理。李承前和文帝老祖的名字一模一样，模样也和画像上一模一样。难道祖先留下的传说是真的？大前文帝在当太子期间会有一场奇妙的穿越之旅。助理，怕是你的男朋友吧？李爷爷，你怎么这么说啊？哎呀，爷爷还能看不出来？我跟你说，小友，这雪儿啊，可是我看着长大的，那就跟我的亲孙女一样。你要是敢欺负她，我可饶不了你。怎么会？李老师过来研究气文的话，正好我也略懂一二，咱们研究研究。好，等一下，我对气文也感兴趣，加我一个。无名，你来干什么？我怎么不能来？你开门做生意。再说了，要不是因为我，老李会知道你懂气文吗？你，哎，小雪，别跟无赖一般见识。你说谁是无赖呢？哎，好了，稍安勿躁啊！今天看到我的面子上，咱各退一步，好吧？哼，这个字读文，这些写的都比较简单，但这些就认不出来了。这些确实有点生僻。这些是大钱宝玉上的气文，雪儿怎么会有？难道真的有2块大钱宝玉？千年、能量、穿越时空，这些都是跟穿越时空有关系的。这你都认识啊？这不是很简单吗？简单？这……小友，我家里还有一份气文，能否请您过去帮我破译一下啊？可以，倒是可以。没事的，承前哥哥，我在家里等你就好，你去吧。行，一块儿走吧。啊，行，我也走。好，雪儿，那我们走了啊。承前哥哥，我在家等你。姐姐，那边有人找你。王小姐，好久不见呀！无名，你变态吧？我不就没答应跟你吃饭吗？你就绑架我！哎呀，可不只是吃饭那么问题啊！我说王雪儿，你要是早点把巨宇轩交出来，哪还会有今天这事儿？你看看，这吴少都生气了，你今天啊，惨了！你们可真卑鄙，明面上得不到，背后使这种龌龊手段！啊！废话少说，赶紧把大钱宝玉交出来，不然的话，我就让你好好尝一尝我的手。无名，你个变态，你想干什么？你骂谁是变态呢？我告诉你啊，你个臭娘们儿，敬酒不吃吃罚酒，信不信现在我就办了你？哎，吴少，先别着急嘛，
先把大钱宝玉的下落给逼问出来再说。不用，段无名就会社会术，就是催眠。看着我的眼睛。大钱宝玉在哪儿？大钱宝玉在哪儿？在老宅的槐树下。吴少，我先去拿宝玉。快去快去！行了，你也出去吧，让我给王雪儿好好耍耍。是，吴少。哼，无名，要不是你长得像五皇子，我会喊你吴少；要不是我要查清历史上最后为什么是太子生出当了皇帝，我不会屈居你吴家。一切都是你还有利用价值而已。听雪儿说你叫李承前，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在下李承前。难道他真是留下预言的那个人？你说你叫李承前，我不信，除非你能说出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大前太子李承前，对，我知道是你，因为我就是你，未来的你。说未来也有些不对，总之就是又回到大前的你。话不多说，回到过去，也就是大前时代的方法是集齐2枚大钱宝玉，说出咒文和穿越时间，便可穿越时空。你说你是李氏后人，一直在等我穿越过来。你说你是李氏后人，一直在等我穿越过来。是啊，您穿越的这段历史啊，必须完成闭环，否则的话，这个世界都可能崩溃呀。那我怎么穿越回去呢？您的大钱宝玉在吗？怎么了？宝玉应该在王姑娘那里。不对，我感觉王姑娘出事儿啊！阿强，备车。是老爷。走了。门关了，他没回来。啊！你说什么？雪儿被无名抓走了？什么？他现在在哪儿啊？在城郊别墅。走。无名，你要是敢动我，我死都不会放过你。放过我？你知道我爸是谁吗？我爸是吴明凡，我就算玩死你又怎么样？滚开，别碰我！我早就调查清楚了，你就是一个没有爸没有妈的孤女。你要不然从了我，以后啊，哥哥心疼你。滚开，别碰我！就这里，让阿强跟你一块儿先去救人。好，快！哎，谁呀？你们干什么的？不，无名，你要是敢动我，李承前不会放过你的。李承前？哦，你说的是那个古人？李承前？哦，你说的是那个古人？你放心，李承前会有人对付他的。你怎么知道他是古人？我当然是，我怎么知道就不用管了。反正我告诉你，他必死。救命！救命！住手！没事吧，无名？啊！哦，这
雪儿醒了。李爷爷，是你救了雪儿吗？啊，不是，我只是帮忙找到你被绑架的地方。真正救你的是李承前老祖宗。老祖宗？李爷爷，你怎么这么说？承前哥哥还没您大呢。情况是这样的，他呀就是大前文帝李承前。我儿子还能治好吗？这骨折的位置花点时间还能痊愈，不过整个下体被人踹击，想要恢复男性功能怕是不可能了。看你妹妹做的好事儿，阿明是我唯一的儿子，这是要让我们胡家断子绝孙吗？你们王家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交代？听说动手的那个是古人李承前，回头吴会长，这事既然出了，我们王家自然会给你一个交代。王雪儿，吴会长这一次真的生气了，你这一次死定了。副会长，这边请。喂，爸，那个李承前好像是个古人。古人？什么意思？之前吴少说他精通气文。真的？太好了！只要破解了大千宝玉上的气形文字，就能掌握穿梭时空之秘。到时候，承前哥哥，没想到你真是古人。还是大前文帝。姑现在是太子，雪儿不要逾越了。知道了，知道了。吴雪在哪个房间？叫出来。王雪儿，死丫头，给我开门！我知道你在里边。王雪儿，给我开门！谁呀，在医院大呼小叫的？什么人？王雪儿，你个死丫头，你知不知道你给我们王家添了多大的麻烦？他污名想要强暴我，我杀了他都不为过。你是我的亲人，你还有没有心啊？他污名想要强暴我，我杀了他都不为过。你是我的亲人，你还有没有心啊？废话真多，把他给我带走。看谁敢动！我是王雪儿的姐姐，这是我们的家务事，你个外人最好不要插手。除非王姑娘愿意跟你们走，不然这事儿我管定。你纵人行凶伤了吴会长的儿子，难道不需要给人家一个交代吗？这事跟王姑娘没关系，人是我动的手。既然人是你动的，那就由你来负这个责。吴宁做出这种畜生行径，还要反过来让我们负责。我儿子有实质性侵害到你吗？你可以在医院验伤。莫说你没有证据，就算有，私自动刑也是犯法的。我儿子现在已经构成一级伤残，你说该怎么处理？既然你不愿意跟我们走，那我就找人把你这个古人保镖给抓进监狱去，到时候我会托人好好关照他的。带走。果然是暴力分子，这种危险程度都够得上强制关押了吧？放心，我会托人好好关照他的。报警！不要，别报警，他不会伤人的，别报警。已经晚了，吴少现在已经1级伤残躺在医院里了，我随时都能找人把你们两个抓起来。这样，我跟你走行吗？操，这么听话不就完了吗？走吧。等等，亚茹，你不能带走雪儿。李爷爷，怎么哪儿都有你啊？你管的也未免太宽了吧？理事长，别人家的闲事还是少管，人家已经退休了，还想一手遮天，那是不行的。
雪儿是我看着长大的，她的事儿我不能不管。你们要把她带去哪儿啊？她伤了吴会长的儿子，我自然要带着她去跟人家赔礼道歉啊。这件事我也听说了，是吴明绑架了雪儿，欲行不轨。那怎么成了他给你们道歉了？啊，不觉得好笑吗？商界会长3年一届，得经过严格的考核。最近选举日期近了吧？我听说吴会长正在申请连任。那要是贵公子的丑闻公诸天下，你觉得你还有希望连任吗？哈哈，老夫不才，虽然退休了，但是门生遍天下。只手遮天虽然做不到，但是阻止一个失格之人连任会长，还是不在话下的。怎么，你存心要和我作对？我只是跟你做一笔交易。吴会长也是爱惜羽毛之人，咱们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吴明的事儿我不追究了，但是雪儿的事儿你们也放过。要是我做不到呢？那就将贵公子的丑行公诸于众。凡事要凭个证据，你凭什么笃定我儿犯事？我会告你诬陷。证据？哼，还要什么证据？贵公子将王小姐拉到家里强行施暴，她的衣服上肯定沾有指纹的。哎呀，李市长可别胡说呀！我相信我儿子没做过这件事情，也不会在他身上留下任何痕迹。那咱就做司法鉴定。吴会长，行了啊，这件事啊，前因后果我们大家心里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那个儿子确实是个畜生。既然这个事儿双方都有错，我的意思就算了吧。就算我儿子做了错事，但他已经重伤，你们没必要赶尽杀绝吧？我说过了，只要你们放过王雪儿，什么事儿我们都可以不计较。啊，我儿子这辈子已经毁了，我能当着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吗？那是他咎由自取。咎由自取？你们可以报警把他送进警局，但是你们滥用私刑，把他给弄残了，他这辈子就算完了。我好歹也是个做父亲的，就算这个会长不要，我也要替他讨还这个公道。那你想怎么样？我得和我儿子商量一下。哎，吴会长，联合主席都出面，咱们怕是不好过分为难王璇。就算不为难他，至少也要让那2个精神病人付出代价。执法队抓不了他们，那就让精神病院的人把他们抓回去。我要看着他们在精神病院里过得生不如死。哎，他们2个该死，也不能放过那个臭女人。对，儿子，你想怎么办？爸听你的。我想娶她。什么？你要娶她？我这辈子毁了，她这辈子也别想好过。我要把她娶回来，一辈子困在吴家，受尽折磨。老祖宗，现在是法治社会，不比1000年前的大清王朝了，这个社会规则可能不一样。怎么，你下次动手的时候能不能轻点啊？怎么，李老，你还怕那个吴会长不成？
怎么样？考虑的怎么样了？事已至此，再追究也于事无补。我和王家老二商量过了，让王雪儿和我儿子完婚，这事儿就这么算了。不要，我才不要跟他结婚。我儿子是为你受的伤，你不嫁给他，还有谁愿意嫁给他？吴会长，这个婚姻呢，不能儿戏，它讲究个你情我愿，是吧？这两个人强行绑到一块儿也没有任何的意义。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出个价，我们做出相应的经济赔偿。哼，我吴家是缺权的人吗？既然不愿意完婚，那只好走法律渠道了。我要申请重症看护，永不得出院。绝对不可能！哼，血雨伤人，伤一级伤残者，判刑得10年以上。让王雪儿和我儿子结婚，和让他坐牢，你们选哪个？一人做事一人当，恕我动的手，别再为难王雪儿。哼，有骨气，把他带走。不行，你不能带走他，我嫁就是了。王姑娘，别说了，你都是为了替我出头，我不能让他们带走你。我跟你们走。好，我会尽快考虑订婚宴的。为了防止意外发生，王小姐，我就先接走了。雪儿，别去。雪儿，你别去，你不能嫁给那个畜生。雪儿，你糊涂啊！已经没有办法了。如果让他们带走你，后果更不堪设想。李爷爷，程钱就交给你了，你把他带走，出省出国都可以，别让他再回来。反正无名都已经废了，也对我做不了什么，何况等他们离开了，再找机会逃就是。这孩子真是倔强。也罢，吴家要举办订婚宴，怎么也得筹备一段时间，我和殿下还能再想想办法。混蛋，敢觊觎姑的女人，真是找死！燕儿，找了你这么久，原来在这儿啊！你来干什么？我想跟你谈谈。看看，这不是我的贴身玉佩吗？想必是1000年后那枚。王姑娘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它了吧？但他们什么时候拿到的？原来是这样，这块宝玉里面的能量充足，应该已经充满了能量。我必须要将2块都带回去，那样1000年后才会有这么一块流落在外的大钱宝玉重新充满能量。这上面的大钱气纹认识吗？认识。快来，告诉我，这上面写的是什么？我为何要帮你们？说吧，想要什么？我要吴家落马，永不再起之。小子，你真是敢狮子大开口，未免要的多了点。想搞垮吴家，你小子还真敢想。就算是京都的李家，都未必有这个能力。那要是我说，我不仅能翻译出来，还能让你找到你想要的。你是说，你知道穿越时空的秘密？当然，我可以确切的告诉你，想要穿越时空，必须去盘龙山。
盘龙山。好，只要你告诉我穿越时空的秘密，一切都好说。那吴家，你放心，我会想办法找到吴家犯罪的证据，但是我只给你一半，这一半足够警方逮捕吴家审查。想要吴家彻底落败，先找到文帝墓再说。没问题，成交。小子，你最好别耍我，否则你知道后果。混蛋！这王家人果然不可信。不过，吴家那小子居然这样使唤我，要不是他像五皇子，我早就……哼！回到过去之前，就送那小子一程吧。没想到我王雪儿一次恋爱都没谈，就被逼和一个人渣结婚。不行，我绝对不能坐以待毙。小贱人，没想到你最终还是落到我的手里了。无名，你要是敢乱来，李爷不会放过你的。不放过我，我都被你害成什么样了啊！让我失去了做男人的尊严，让我在上流社会成了笑话。我有什么好怕的？你冷静点，我现在可是你名义上的未婚妻，我要是出了事儿，你们吴家脱不了干系。难道你要置你爸和吴家玉不顾吗？吴家不好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父亲在医院出结果那天，他早就把四叔子接回家了。我现在只想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小贱人，你看我多贴心呀，给你整了这么多难事。以后啊，英语配养货，就让咱们两个在这腐烂的大宅里互相致死。去，哪儿跑啊？别跑啊，小美人！让哥哥们好好住手！说你。无名，我有办法让你恢复。你说的是真的？快告诉我什么办法！告诉我！快，王雪儿，动动你的脑子，编一个。就是黑玉断世膏，传说能让断肢重生的神药，它一定能让你恢复。你他妈傻我！传说中的存在，你让我去哪儿找？不，我知道它在哪儿，就在文帝墓里。叔叔，你们不仁，就别怪我不义。文帝墓，狗咬狗去吧。我可以告诉你文帝墓的消息，但是你必须取消婚礼，放我回去。好说，你只要跟我说实话，我就取消婚礼，放你回去。你的意思是说，文帝墓的关键是大钱宝玉，而这个宝玉在你叔叔手里？对，那你现在能放我回去了吗？回去啊？花小儿，你可是我的未婚妻啊，回哪儿去呀？来人，把他带下去，给我关起来！无名，你个小人竟然敢反悔！小孩子才做选择，我无名全都要。吩咐下去，抓紧时间筹备婚礼。爸，你怎么就能答应他帮他对付吴家呢？这吴家可是海市的第一世家呀！哼，无名这个小混蛋，吃在碗里看在锅里。本来想让你嫁给他，就想攀上吴家这艘大船，可没想到这小子是个色中恶鬼，转眼就看上了你那倔强的表妹，现在身子也废了，思想不知道有多极端。
你嫁给他也没个好。爸，你真这么想的？穿越的秘密，我们必须要得到。这是祖宗传下来的祖训啊！也不知道你爷爷当初为什么要把巨玉轩和大钱宝玉传给王雪儿那个丫头。唉，祖训难违啊！穿越的秘密，我必须要得到。女儿知道该怎么做。吴少，你怎么才回来？我白费了，你知道吗？对不起，吴少，我去找大钱宝玉了。宝玉呢？我给王家人研究了。那也行，你要尽快研究出来穿越的秘密。我要回到过去，我要重新成为真正的男人。周儿，别动我！吉时已到，王小姐，别再想拖延时间了。这是哪家的千金？真可恶！哎呀，什么千金啊？听说是一个平民女孩儿，难怪我就说吴大少都不能人道，谁会嫁她？原来是强迫的。吴家真是无可救药。等我拥有了一切，你们都会被我踩在脚底下。王雪儿，你终究还是逃不过虎虎之身。贱人，来人，把他给我抓回来！不，我今天非要带他走，我看谁敢阻拦。我今天非要带他走。我看谁敢阻拦！李长杰，你还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呀！还愣着干什么？把他给我废了！李承前，你尽管动手吧，到时候被这个时代的执法大队抓去坐牢，五皇子就赢了。我本以为你武功很高强，原来也是个废物。哼，李承前，你武功再强又如何？她可是我的未婚妻。王小二，我给你3秒钟，你要是不过来的话，你应该知道后果有多严重。雪儿，不可，你信我不会有事儿。你不应该来这里的。哈哈哈哈哈哈！哎，看到没有？你武功再强又如何？你也只能眼睁睁看着你心爱的人嫁给我，给我入洞房，被我折辱。无名，你是第一个敢在姑面前3番5次聒噪，姑的耐心早就告罄。执法大队可以进来了。哎，真没想到啊，一个古人还知道执法大队。我告诉你，他们来了也没用。公家办案，闲杂人等回避。哎呀，杨队，好久不见呀！嘿，经热心市民举报，你们吴家涉嫌境外人口买卖，同时偷税高达上百亿。杨队，我是被冤枉的，肯定是他。他对我的未婚妻心怀不轨，所以我是被冤枉的呀！带走！哎，杨队，我是被冤枉的，杨队，杨队，杨队！你胡说八道什么？我才不是你这个人渣的未婚妻，我是他的未婚妻。王姑娘，糟了糟了，我怎么不小心把心里话说出来了？李承前，今天谢谢你又救了我。我想跟你说个事儿，我喜欢你，和我在一起吧。
王姑娘，你还是别开这个玩笑。我没开玩笑，之前因为大钱宝玉和我二叔的事儿，我怕伤及无辜，所以一直回避。每次被你救下，被你照顾，我都不敢心动，也不敢承认对你有好感。但经历了今天的事儿，我发现瞻前顾后只会越来越糟，所以我一定要把握住。李承前，我们在一起吧。对不起，我分手，我不能跟你在一起。为什么？因为我要回家庭，所以。李承前，你之前说过不会救下我的。你是个骗子！王姑娘，对不起，我也别无选择。废，吴家都是废。看来只有我亲自出手了。不过无名这家伙倒还是有利用价值的，必须先把他捞出来。爷爷的宝玉没了，承前也没了。黄雪儿，你可真惨。王雪儿，你在这儿干什么？你知不知道我很担心你？你来干什么？我不用你管。起来，回家吧。不用你假惺惺的，你没听过我说的话吗？滚！不闹了，回去好不好？滚！老祖宗，您这是何必呢？既然你心里放不下王姑娘，那你就把她带走呗。自从老王去世以后，雪儿啊，那真是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我觉得能跟您回到大钱，也是一条好的出路啊。那太自私了。这个时代和平幸福，科技发达，百姓都安居乐业，如此繁盛美好的时代，只要解决了吴家和王家，黄小姐可以生活得很好。我又怎会有如此自私的把她带到那个落后又战乱的时代？该走了，王家那边催得很急，得尽快解决这一切。老祖宗，您说您的大钱宝玉没有能量了，可这资料上说，宝玉补充能量需要1000年呀。没错，另一块充满能量的在王家手里。那怎么办？嫌疑人无名，经调查并不知情，你可以走了。谢谢啊。幸好当初偷懒，没有插手老头子的生意。王雪儿、李承前，你们死定了！500万，给我一群亡命之徒，我让他们死！
站住！放开他！打老子！老子今天就把你干了！没事吧？啊！我今天非要带他走，我看谁敢阻拦。王姑娘，王姑娘，王姑娘，看，多帅！我向你保证，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你需要，我一定会在你身边。别难过。李承前，你说过不会丢下我的。雪儿，你都1天没吃东西了，再不吃就饿坏了啊！吃点。哎，你这孩子咋那么犟呢？这人是铁，饭是钢，不吃饭咋能行呢？你要再不吃，那可就真见不到李承前老祖宗了啊！爷爷，承前怎么了？你知道老祖宗，皇太子殿下，他不是现代人。皇太子殿下就是文帝李承前，他无意识的穿越到我们现代，所以说他身为未来的一国之君，他必定是要回去的。回去？不，爷爷，我喜欢他，我想跟他一起回去。你真的考虑好了吗？爷爷，我考虑好了，我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牵挂的人。好，既然我的雪儿已经决定了，那爷爷一定帮你。老祖宗，你可别怪我，实在是祖训如此啊！雪儿本就应该是您的贤后。出来见一面吧，我有话跟你说。王姑娘，难道我们已经生分到不辞而别的地步了？好，见一面。就当最后的辞别吧。王姑娘，承前，你过来。王姑娘，你怎么脸红了？王姑娘，男女授受不亲。怎么？我刚亲了你，难道你不想负责了？我开玩笑的。说吧，找我来到底什么事儿？想让你陪我过生日。今天是你的生辰，可是我什么都没有准备。不用，你今天能来，已经是给我最好的礼物了。走吧。再放纵最后一次吧，最后一次。陈天哥，快！我要玩那个。非常牛！哦，小心小心！哇，你看，你这边，哇，这像不像圣诞蜈蚣里的？好。哇，晨晨哥哥，你看，走，你进去。好。
这样，对，学的是。 成前哥哥，你看，这些都是未来科技。好厉害啊！这些都是真的吗？假的，不过随着科技发展，以后都会变成真的。那大夏好厉害！不吹不黑，大夏综合实力绝对世界前3。那要是大钱有这么厉害就好。成前哥哥，我已经决定了，我要跟你回去，我要改变大钱，让大钱也变强大。成前哥哥。 只要我们一起努力，一定会的。我们那儿卖冰淇淋，成前哥哥，我想吃，你快去给我买嘛。好，我去。猜猜我是谁？雪儿，别闹了，我知道。成前哥哥，你别动。雪儿，这你在搞什么？我给你准备了惊喜。3、2、1，生日快乐！王姑娘，这是今天不应该是你的生辰啊？骗你的。 我只是觉得你亲人都不在身边，就想替他们给你庆生。这，成前哥哥，我已经知道一切了。我知道你是皇太极李承前，更是文帝李承前，但即使这样，我还是喜欢你。成前哥哥，当初你帮我救我，还说会永远跟我在一起的，你能明白我的心意吗？雪儿。 我本是千年之人，就应该躺在棺材木里。我没有办法回应你的心意。不是的，成前哥哥，既然你可以穿越到现代，那我一定也可以穿越到你的时代。成前哥哥，你放心，我一定会找到办法和你一起回去的。李承前，我们在一起吧。 好，我答应你。好了好了，快吹蜡烛许愿。许愿是什么？就像这样，双手合十，默念出你的愿望。这样。我希望王姑娘永远开心、平安健康。 吹蜡烛，生日快乐！承前，你放心，我一定会找到穿越的办法。好，我相信你。好了，扶进去吧。不早了。怎么了？ 我走了。小贱人，没想到我这么快就放出来了。无名，你要干什么？你还没有找到文帝墓，难道你不想治好你的病了？ 只要拿到大钱宝玉，我把你们弄死，我自己找就行了。我已经没有耐心了。无名，你干什么？赶紧把小姐放了！小贱人，你看到没？你的小情郎可是很担心你的安危啊！承前，救我！
小雪，你别怕，我现在就来救你。雪儿，程前，站住！把宝玉交给我。无名，大钱宝玉我带过来了，把雪儿放。想让我放了他，先把宝玉交给我。你先把雪儿放，我立马交给你。先把他放了，万一你想空手套白狼骗我怎么办？你先把宝玉交给我。不可能，你没有选择。哎，住手！我给你。站那！我让人去拿。你去。好的。你们这对贱人，既然这么相爱，那就一块去死吧！程前救我！程前救我！啊！没干嘛。程前，刚吓死我了，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哦，对了，程前，他好像在这里埋了炸弹。什么是炸弹？你别管了，赶紧走。死得好，死得好！这下穿梭时空的秘密就是我的了。程前，程前，程前，你没事吧？救命！救命！程前，程前，雪儿，老祖宗怎么样？爷爷，快打120！哎，程前。都怪我，要不是我，程前就不会。雪儿，怎么能怪你呢？要怪啊，就怪那些人财迷心窍，觊觎皇陵的财富呢。医生，他怎么样了？医生，他怎么样了？患者送来的很及时，手术很成功，虽然有点昏迷，但是已经脱离危险了。老祖宗，您醒了？哎呦，可担心死我了。雪儿，你没事吧？啊，我没事，倒是你，快躺下。小心伤口再撕裂了。程前，你以后不准再一个人逞英雄了，听见没？好。老祖宗，这我看您跟雪儿挺般配的，要不您把她带走得了。李瑞堂说什么呢？没事，出去吧。哎，老夫这就退下。老祖宗，我有要事禀报，吴家、王家都咬钩了。那您是看他们狗咬狗一嘴毛呢，还是一把收网啊？我两者都要。程前，李爷爷，你们在说什么？我们，就是哦，我知道了，原来大钱宝玉有2块，我的那个给了王家，你的给了无名，然后你又故意透露黄金地址让他找过去，再让他们狗咬狗，最后在一起收网，永绝后患。雪儿，你真聪明，后天就能看到这群人上演一场自取灭亡的大戏了。
这儿，走，走，都快点儿！成前哥哥，他们怎么还没来？应该快了吧？等一下，成前哥哥来了，就这儿，王家栋，你怎么在这儿？成前哥哥呢？对了，把端无妹交给你的大钱宝玉交给我，穿越时空的秘密只有我配知道。吴少，先到先得呀！我劝你别管这个闲事儿。你以为还是以前呐？你们吴家现在早就是强弩之末。没错，无名，识相的话赶紧滚回去，否则别怪我们对你不客气。哦，我知道了，是你们举报的吴家。混蛋，上，弄死他们！我知道了，是你们举报的吴家。混蛋，上，弄死他们！肚子里的是谁？给我出来！李承前、王璇儿，你们怎么在这儿？哦，我知道了，他们是故意把咱们两家骗到这儿来，然后在一旁看笑话，坐收渔翁之利。混蛋！来人，把他给我抓起来！李承前，你就算武力再强如何，我可要这个。我山下还有几十号兄弟，等他们上来，你就死定了。你确定？不是，大事不好了，我们的兄弟都被执法队抓住了。什么？是你？原来你早就找了执法队。既然这样，那就一块儿去死吧！无名，你现在该轮到你了。承前，你没事吧？没事，有防弹衣。执法队办案有盾，这下怎么办？这样。感谢你的热心配合跟举报，我会向上面汇报，等着市里嘉奖吧。不客气，应该的，谢谢。站住！走！不！我要穿越时空，我要成为这样的男人！程前，你给我等着，我总会放过你的。别废话，走！承前哥哥，吓死我了！你提前跟执法队打好招呼，怎么不跟我说呀？没事了。承前哥哥，冬蜜，你放开雪儿！太子殿下，交出大钱宝玉，否则杀了你的小情人啊！太子殿下，臣等终于找到您了，您没事吧？没事，他的刺客赶紧去抓起来，快去！哼，没想到吧？你小情人还在我手里。把雪儿放了，又不是冲我来，
好啊，你就地制裁，我就放了他。雪儿，好好活下去。太好了，五皇子属下终于不负众望。承前，没事了。000年，李承乾登基称帝，重整朝纲，得贤厚王室，擅长发明创造，大乾国力达到巅峰，历史上称为乾文盛世。